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部早年间上映的恐怖杀人魔电影《13号星期五》。在恐怖电影的万神殿中，有一个系列宛如一座神秘而惊悚的殿堂，大便是13号星期五。1982年，第一部13号星期五横空出世，如一道划破夜空的黑色闪电，瞬间吸引了全球观众的目光。它以水晶湖营地为恐怖舞台，讲述了一个小男孩意外溺亡后，营地重开引发的一系列血腥惨案。独特的叙事和惊悚氛围的营造，让他在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自此，这个系列便一发不可收拾，一部接一部的推出，宛如一条源源不断的恐怖长河。从1981年的13号星期五2到2009年重启版的13号星期五，总共推出了12部作品，每一部都在前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恐怖的边界，挖掘人性的恐惧。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，一同走进13号星期五的恐怖世界，感受那份深入骨髓的恐惧与刺激。1958年一个星期五的夜晚，水晶湖的一处小木屋中，正有一群辅导员坐在一起欢声笑语，围坐在篝火旁谈天说地，温暖火光映着他们青春的脸庞，欢声笑语回荡在营地的每一处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罪恶也在悄然降临。两个辅导员为寻片刻欢愉，偷偷溜到营地偏僻角落幽会。他们沉浸在热恋中，丝毫没察觉危险正在逼近。突然木屋窜出一道模糊的黑影，直接杀掉了女孩的男友。被吓坏的女孩想逃跑，但最终还是没逃脱对方的魔爪。这里发生了一系列离奇命案，让当地居民对这片土地充满恐惧。水晶湖营地也被迫关闭，逐渐荒废。时光飞逝，来到80年代初，1982年6月13日，又是一个星期五。安妮受雇前往水晶湖营地担任厨师，她满怀期待地踏上旅程，却在途中遭遇波折。当她在小镇便利店询问前往水晶湖的路时，居民们纷纷投来惊恐的目光，都劝她不要去，因为大伙说那里被诅咒了，是不祥之地。但安妮并未在意，觉得居民是在拿她开玩笑。见女孩如此固执，卡车司机说他要路过那个路口，便提议可以送她一程。但就在他正打算前往司机的卡车时，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突然冒出来，也让他不要前往水晶湖，口里还说着他去了会是死路一条。女人看老头的样子好像头脑不怎么正常，所以也没有当回事，转身就与卡车司机离开了这里。途中司机觉得气氛有一些尴尬，便给安妮讲述了水晶湖之前发生的事，说1957年曾有小男孩淹死，1958年又有人被杀，1962年老板准备重新开张时又出问题，所以这才有了诅咒的传闻。听完的安妮还是决定继续前往，毕竟这是她唯一能工作的机会。车子没开多久就来到了一个3岔路口，由于司机与他不是一个方向，便只能在这里放下了安妮，让她自己徒步前行。此时另一边的罗尼与同伴几人也打算开车前往水晶湖应聘辅导员，几人没开多久就来到了老板史蒂夫这里，而老板史蒂夫也正是最近想重创营地的负责人。见到史蒂夫后，大伙简单的认识了一下，由于史蒂夫要外出采购物品，便提前将最近重创营地的细节全部告知给了大家。紧接着史蒂夫安排了他们在营地做维修工作，还说一会儿有一个厨师会来为他们做饭，说完便离开了营地。这时还在半路上的安妮突然又遇见了一辆越野车，为了能够早点抵达营地，安妮又想让司机带她一程。见司机停了下来，安妮便迅速坐了上去，不过这司机一直没有说话，全程都是安妮在自言自语。没开多远，安妮看到了水晶湖营地的标牌，她想让司机在这里停车，但这司机却没理她，直接就走了另一条道路。看到这的安妮开始有些害怕了，她察觉到了危险，果断选择跳车逃跑。然而她还是没能逃脱厄运，没跑多远就被追上来的神秘人残忍杀害。而营地忙完工作的大伙都想在湖里洗个澡放松一下，在此时的蒂娜却感觉湖对面有人在暗中观察着他们，不过她看了半天又没找到人影。没过多久，警察约翰来到营地，想问众人有没有见到一个老头，还说这老头喜欢胡言乱语，希望他们不要相信老头的话。约翰刚说完就接到上级让他撤离的指令。警察离开后，大伙打算动一些吃的，因为厨师安妮一直没来，所以大伙只能亲自动手。但就在大伙正忙碌时，疯子老头突然找到大家，还向他们说这里不能待，让他们快走，要不然全都会死在这里。大伙没有理会，觉得这人疯疯癫癫，就把他轰了出去。看到老头从屋子离开，大伙这才放心下来。很快夜幕也降临，无聊的奈德独自在营地闲逛，突然看到有人影闪进了小木屋，好奇心驱使他跟了上去，打算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这时罗尼和马西路过，也走进了木屋，打算去单独过2人世界。营地的其余3人则是在大厅玩着小游戏打发时间。罗尼和马西2人过完2人世界后，女友想去上洗手间，就留罗尼独自躺在床上。就在这时，罗尼感觉有不明液体滴落在身上，他正疑惑的瞬间，一双手从床下伸出，死死摁住他的脑袋，紧接着尖刀刺穿了他的喉咙。毫无防备的罗尼直接死在了屋子里。还在洗手间的马西这时也听到了怪异的声响，他以为是男友开玩笑想整蛊他，便走到门口去查看，可里面却空无一人。就在他想离开时，殊不知一个身影正出现在他身后。
马西刚转身，一把斧头狠狠砍中他的脑袋，他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，就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玩游戏的几人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雨，蒂娜想起自己的宿舍好像没有关窗，便打算提前离开。女人回来关好窗户后，蒂娜就准备上床睡觉，但就在她刚坐上床时，就听见外面发出了叫救命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蒂娜打算出门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原本漆黑的夜晚突然亮如白昼，紧接着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。听到声音的爱丽丝和拉姆迅速来到了罗尼和马西的房间，但他们只看到了一把带血的斧头，屋内弥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。两人觉得非常奇怪，又去找了独自一人的蒂娜，但宿舍也根本没有人影。两人以为蒂娜在洗手间，但过去找了一番，洗手间里也没有人。疑惑的两人想要打电话报警，却没发现的是电话线却早已被人给切断。此时两人越想越害怕，想开车离开这里，可现在的车子也莫名出现了故障。女人提议说徒步前去镇上寻求帮助，但拉姆说距离太远，走路至少要2小时以上才能抵达，而且现在是晚上，走路也不太安全。拉姆说史蒂夫马上应该回来了，一会儿他回来可以坐他车前去。为了等待老板回来，两人回到了屋里。可不幸的是，此时整个营地断了电。拉姆说他去检查，让爱丽丝独自在屋里等待。而在外面买完东西的史蒂夫正准备返回营地，可车还没开多远，也在路上发生了故障。好在有一辆警车路过，史蒂夫这才坐上了免费车。但就在约翰送他回去的路上，却接到了总部的呼叫，说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。没办法的约翰只能把史蒂夫放到了岔路口，让他自己走路回去。史蒂夫冒雨赶回营地，途中遇到了手持手电的神秘人，他本想上前询问情况，却被神秘人无情杀害，生命瞬间消失在这恐怖的雨夜。这时来到配电房的拉姆发现发动机没有问题，里面的油也是满满一箱。在屋里等待太久的女人一直没有等到同伴回来，便打算去看看情况。刚来到配电房，爱丽丝就看到拉姆死在了配电房里，死状凄惨，双眼圆睁，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恐惧。爱丽丝吓得魂飞魄散，赶忙跑回自己房间，用尽全力堵好房门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突然窗户被扔进一具尸体，而这人也正是同伴蒂娜。看到这的爱丽丝惊恐万分，被吓得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汽车的灯光照到了窗户上，看到希望的爱丽丝迅速向大门口跑了过去。一对女人自称是史蒂夫的朋友，来到了营地门口，女人还说会保护爱丽丝。看到这的爱丽丝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赶忙向她求救。两人返回屋子后，女人瞬间变脸，开始讲述自己的儿子杰森于1957年在水晶湖溺死的往事。她说自己之前就在营地做厨子，就因营地的辅导员没看好孩子，导致杰森死在了湖里。她的声音充满了痛苦和怨恨，她认为营地的责任最大，所以绝不允许这个地方重新开放，并且那晚的一对情侣也是她给杀死的。她还说自己要守护杰森所在的这片湖，让那些有罪的人都付出代价。说完，女人露出狰狞面目，眼神中充满了疯狂与杀意，觉得爱丽丝也是罪魁祸首。于是女人与爱丽丝扭打了起来。爱丽丝拼命反抗，在激烈的搏斗中，她逐渐看清了女人的真实身份。原来眼前的女人正是杰森的妈妈帕梅拉。爱丽丝在生死边缘挣扎，凭借着顽强的求生欲望和勇气，打倒了帕梅拉。见女人倒地不起，爱丽丝迅速跑到了湖边，打算坐船离开这里。谁成想，醒过来的女人很快就追了上来。爱丽丝用尽全身力气，最终杀掉了杰森的妈妈，暂时摆脱了危险。此时的爱丽丝身心俱疲，瘫倒在地上，泪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。她望着周围的一片狼藉，仿佛经历了一场人间炼狱。次日，疲惫不堪的爱丽丝划着小船飘荡在水晶湖上，她的眼神空洞，充满了迷茫和恐惧。身心俱疲的她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这场噩梦终于可以画上句号。然而命运似乎还不想放过她，身后突然惊现一个小男孩。那小男孩的身影模糊，面容狰狞，带着无尽的怨恨。
将她拉到水下，湖水冰冷刺骨，像无数只手将爱丽丝往下拽。镜头一转，爱丽丝在医院的床上惊醒，原来在她快要掉进湖里时，警察及时赶到将她救起。但关于那个小男孩，警察表示只看到了爱丽丝自己，并没有看到其他人。那么最后的孩子究竟是谁？这个悬念如同一团迷雾笼罩在影片之上，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神秘恐怖的色彩，也让观众在影片结束后依然心有余悸，仿佛那恐怖的氛围还萦绕在身边，久久无法散去。也许杰森的怨念从未消散，他依旧在守护着这片被诅咒的水晶湖，等待着下一个踏入的猎物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继续更新本系列。如果你对此片有任何感想，也不妨在评论区打出来。那么咱们下期再见。